欢迎来到阿里厨房。今天咱们做雪条和糖卵，先来做粉糊，也有叫粉头的，也就是糯米粉的粘合剂，能让最终的粉团具有更好的操作性。把糖和水先加到灶上烧开，这里的糖量是糯粉重量的 20%， 主要是为了更容易发射，不放也没问题，炸的时候注意一点就行。煮糖水的期间，就可以称出来约莫总干粉重量 20% 左右的糯米粉。等糖水烧开了，就立即倒进去，搅开，拌匀，就得到了一坨黏黏糊糊的浆糊，用来贴对联应该也是可以的哈。把剩下的糯米粉直接加进去，先用刮刀和匀了，再加进去一点猪油，可以改用其他油脂，或者不放也没问题。下手揉成粉团，如果发现粉团很软很黏，可以适当的加一点干粉进去揉匀。最终揉成一个不粘手、软硬适中的粉团。案板撒上足够的干粉防粘，用擀面杖把粉团擀开。尽量擀方正一点，厚度差不多1厘米左右，分切成差不多2节手指宽的片，叠起来，再切成条，就是生坯了。长短粗细可以按自己的喜好安排，但也不能太大个了，越大炸的时间就越长，还不容易炸透。撒上干粉，混匀了防粘。还可以切成菱形，做出来的就是糖卵了。最好找个东西盖一下，防止风干。生坯做好了就可以开炸了。先开火把油烧热了，到120度左右就先把火关了。这时候插筷子进去是没有什么反应的，用个沥水篮把生坯上多余的干粉抖掉。经过后用筷子稍微铺开一下，用个小火开始慢慢炸。这个过程是不能着急的，后面我会做一个因为着急而失败的演示。我用的是花生油，而且是新油，有点沫子是很合理的。第二锅就不会有了。随着粉团温度逐渐升高，并产生水蒸气，内部自然的会形成很多空穴，就会陆续的浮起来了。所谓的蜂窝组织也就在这个时候产生了。这跟煎堆的油炸原理是基本相同的，所以根本不用投放泡打粉啥的。期间要勤翻动，防止炸出来阴阳面。炸的过程其实挺无聊的，咱们来聊聊它的名称。江米条、糯米条应该是比较普遍的，在一些古早的广东点心教材里，能查到雪条和糖卵的配方做法很相似。毕竟这是一个全国性的点心，到处都有。你要是说叫金枣、油枣、金果、冬果、糖条、糖果子、果子糖、兰花根，这些我都能理解认同。可不知哪些地方还会叫猫屎筒子、猫屎糖、猫咪屎的，这我就想问问你那管这叫啥来着？约莫过去了10分钟吧，表面上会形成一个硬壳，这时候基本结构已经稳定了，可以把火力稍微改大一点，抬升油温，把内部的水分尽量排空，等皮色基本满意了，也就可以起锅了。这时候的油温是偏高的，可以等，也可以兑进去一点凉油，把油温拉下来，重复前面的过程炸第2锅、第3锅。有没有一点橄榄的模样？
再来看一个失败的操作，如果在较高油温而且没有关火、持续加热的情况下投入生坯，这样会让生坯表面的水分快速收干，形成一个硬壳，而内部产生的水蒸气无法顺利排出，只能在内部积聚。当气压达到一个临界值的时候，就会在最薄弱的地方破壳而出。我这里还适当控制了一下，不然就能看到油锅里烧炮仗的震撼场面了，非常的危险。油温高，皮色也很快被抢出来了，没几分钟就能起锅了。形状不太好，色泽还行。掰开看看，内部是软软黏黏的，这肯定不是咱想要的结果，对吧？之前炸好的熟坯稍放凉了就可以挂糖霜了，简单一点的可以加入一些糖粉，摇匀了就行，这样甜度也比较容易控制。糖粉可以买现成的，也可以按9份砂糖、1份玉米淀粉的比例混合，再用料理机打成粉就能用了。传统一点的就需要熬糖浆，按2:1的糖水比例，用小火加热，直到糖浆变得粘稠。这时候的含水量约莫是20%左右，温度在110到115度之间，能连成线往下流的时候就差不多了。把熟坯全倒进去，翻炒几下，再把火关了，继续炒。刚开始是粘成一坨的，炒着炒着温度下降，糖开始重新结晶，就会在熟坯上形成一层白色的糖霜，这就完成了。好了，又到了快乐的试吃环节了，掰一个看看，相当的清脆。再来听听进嘴的声音，再来一个。这糖卵完全能满足一口一个的需求，同样的嘎嘎脆。密封好不受潮，这玩意儿可以从年初一吃到新15的。我是哈利，谢谢您的观看，咱们下期再见。